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上个月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完三星最顶的 Mini LED 机种 Neo QLED 系列的 QN900D。没错，你想的没错。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台77寸的巨大面板，就是三星今年最顶的 QD OLED 机种 S95D 啦。既然都已经看过今年最顶的 Mini LED， 怎么可以不来看一下最顶的 QD OLED 呢？并且2024年可以说是 AI 元年嘛，今年在 QN900D 的开箱，我们就详细跟大家聊过 AI 电视到底 AI 在哪里。而这台 S95D 也同样采用了 AI 处理器，型号是 NQ4 AI 第二代高效处理器。等一下我们也会快速带大家来看整合了哪些 AI 功能。并且今年77寸的 S95D 可以说是再香一年啊，尤其现在官网已经略降到139000，以一台77寸的旗舰电视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能打，尤其通路应该也都有各自对应的活动。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要流入给旗舰 Mini LED 啊？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今天我们开箱的这台就是三星采用自家 QD OLED 面板的最顶型号，叫做 S95D。依照惯例，还是简单帮大家说文解字一下。S 开头的型号就是三星 OLED 系列，对应到 Mini LED 会是 QN 开头，而中间这两个数字95代表的就是等级定位，数字越大定位越高。像是 Mini LED 系列就有着87、90两款，但因为 OLED 嘛，都是高阶没有中阶，所以目前就是只有90和95两种规格。最后这个英文字母 D 代表的就是年份代号，像是今年2024对应的就是 D，23年是 C，22年是 B， 那明年2025没意外的话就是1了。接着我们就来看外观设计，但外观不讲废话，只讲重点就好。今年的 S95D 同样延续了三星旗舰系列的标准4元素，包括第一，超薄机身，实测厚度大约只有1公分，而且它不是上面超薄下面超厚，而是整台一样薄，厚度都是只有1公分左右。第二，窄边框，实测3边大约是 0.8mm， 底部也只有 1.3mm， 都是窄边框设计。第三，身为旗舰机种 S95D 同样标配美型极限器，桌上的这台就是美型极限器，所有的 HDMI、光纤线材等等都接到这个盒子上就可以。而这个盒子只需要接一条线，就可以把电荷传输讯号都送到面板上，所以非常适合壁挂的家庭。面板下来只要接一条线就能解决一切，其他线材都接到美型极限器就好，不用怕到后面插 HDMI， 也不会有一堆线垂在电视的下面影响美观。而在接孔部分，三星一直以来都是给齐的，包括有 RJ45 网络接孔、一个光纤 ，USB 也给的非常充足。极限器上总共有3组 USB-A， 搭配机身上一个 USB-C。接着还有4组 HDMI 接孔 ，HDMI 也算是三星的传统成立项目，4个插孔都是 HDMI 2.1， 最高都可以输入 4K 144的最高规格，一 ARC 在3的位置，所以你的 soundbar 就是接在这个孔。不过稍微可惜的是，因为 SoC 用的是 NQ4 Gen 2， 所以搭配上的无线模组还是 WiFi 5加蓝牙 5.2 的规格。而说到三星旗舰4元素的最后一个，就是抗反射面板。不过要注意哦，今年的 OLED 系列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旧级黑面板，而是换上了新一代三星叫做真心黑的抗反射技术。实际体验之后，这个改动非常值得一提啊。简单来说，三星不再使用亮面的抗反射 coating， 而是直接把这块巨大的77寸面板覆盖上了一层非常细腻的雾面涂层。这个 coating 真的做得非常细，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用肉眼看，近看就已经没什么雾面颗粒感。跟我们手机上常规的雾面保护贴在细腻度上完全不是同一个级距。也因为如此，三星这个真心黑在肉眼的观感上，我只能用3个字非常微妙来形容。我认为有2大原因。第一是因为距离够，所以显示效果几乎不会因为雾面而有打折，并且前面说过，这是一层很细的雾面，所以77寸2公尺以上的观看距离，这个雾面已经很难感知。不过第2个才是重点，就是这个新 coating 的抗反射效果，在抵挡一般室内光源的表现是真的非常的好。我现在已经开启这个房间的吸顶灯，然后我电视开着，我拍从任何角度去看它，几乎都看不到反射。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这边我把电视关掉，你看，它其实还是有微微的反射，但因为雾面的特性，就是可以大幅降低外在光线的亮度，并且变成均匀的一片，达成抗反射效果。所以当你把萤幕点亮的时候，这个被削弱很多的光害，在视觉就已经达到完全无感了。我这边直接对比一般亮面的面板就非常清楚了。
亮面面板就算有抗反射涂层，你还是可以在上面看到 LED 灯的反射。但是雾面这边它就整个打晕了，也因为如此，再加上 QD OLED 的高亮度、高对比的特性，你就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反射。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体验雾面 coating 的电视，但这是第一台采用超细雾面 coating 搭配上高亮度 QD OLED， 再搭配上77寸大面板的电视啊。所以在3个要素的组合之下，我才说在体验上真的只能用微妙来形容。因为一块77寸的大面板，你在看影片的时候，居然完全不会被反射干扰，体验上反而更加干净通透。我觉得非常接近 LED 看板那种没有反射的特性。但这是一台 QD OLED 电视的视觉体验，没有反射就是一块纯粹的面板。这个真的要到现场实际体验才懂，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现场玩一玩。除此之外，今年这个 coating 多少也减缓了过往亮面 QD OLED 面板在光萤幕之下容易感到偏灰的问题。但对比一般 LCD、QD OLED 依旧在强光下会显偏灰，但点亮萤幕后其实就还好。接着我们往下看 ，S9D 同样维持三星传统 ，logo 往下一摸就有单键 OSD 按钮，只有基本功能，还是要遥控器才好用。底部有一颗指示灯，关机之下亮红灯。开机就会关闭，不会影响关灯下的观影体验。而在随附的遥控器上，还是这一只小巧可爱，并且同样支援太阳能充电的智慧遥控器，反则放在桌上就可以蓄电，快充就直接插底部的 USB-C， 充电的时候也可以操作。不过今年有一个小改动，就是三星在遥控器的两侧加上了指滑沟槽，但因为这只本来就小小的很好握，所以我觉得差异不大。此外，蓝牙连线也是三星遥控器的标配，所以在操作的时候不用对着电视，反着拉也可以操控。遥控器上也是 Netflix、Disney Plus、Prime Video 3大平台的快捷键都有，并且这支遥控器同样支援繁体中文版本的 Bixby Lite 语音指令，所以按住语音按键说打开 Netflix， 它就打开 Netflix， 或是打开 YouTube 搜寻邦尼也 OK， 而且讲中文也可以。如果 Disney Plus 讲不顺，你讲打开迪士尼加，也是可以的哦。接着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今天我们实测的是 Samsung OLED 系列最旗舰的机种 S95D， 面板上采用自家的 QD OLED 技术，解析度达到3840×2160，标准 4K UHD， 并且这块 QD OLED 面板同样支援最高144Hz 的高萤幕更新率。经过我们实测 ，HDMI 4个接孔都可以达到最高 4K144的画面输入。处理器上 S95D 跟去年一样，同样采用20组神经网络的 NQ4 AI 第2代高效处理器。而在认证上，同样拥有 Pantone 色彩、Pantone 肤色以及 VDE 护眼认证。带完规格，接着进入到实测环节。我们首先来测 OLED 电视大家最关心的亮度表现。经过我们实测，今年的 S95D 的 HDR 峰值亮度，三星似乎有更积极的释放出来。在 1% 和 4% 的显示面积之下 ，S9D 都有着突破2200尼特以上的超高亮度，甚至在 9% 的显示面积之下，都还有着维持2000尼特的优秀表现啊。去年 S95C 同样面积之下，则大约是1300尼特左右。重点是在 25% 的显示面积下 ，S9D 也有着900尼特的亮度 ，49% 之下来到500尼特。提升最大的是100%的显示面积之下，今年的 S95D 也提升到了320尼特左右的表现。我们也把 S95D 和 S95C 的结果列出来对比，可以看到我们去年敲碗100%面积下，希望有300-400尼特的期待，今年是真的达到了，达到100%、300尼特的意思就是已经可以跟不少高阶 Mini LED 机种正面比拼啦。重点，今年这个峰值亮度是真的很猛，不止 1% 和 4% 都突破2200尼特，9%之下也直接突破2000尼特。认真说，这已经比很多 Mini LED 电视还强啦。今年这个亮度释放真的没在开玩笑。而在显色表现上 ，S9D 依照三星惯例，同样提供了5档的显示模式，我们全部都测了，以下讲重点就好。首先，在色域表现上，就看面板在原生之下可以达到100%的 sRGB、100%的 DCI-P3、98%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Rec 709。而如果你是追求完全的色准，那三星最准的就是 Filmmaker Mode， 这时候的 CCT 落在6595K，CCT Delta E 更是只有 0.9，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很准，小于1就是顶级表现的意思。同时，在这个模式下 ，Rec 709的色彩平均 Delta E 更是只有 0.95， 超级顶，最大 Delta E 更是只有 2.29， 主要是红色扩张稍微外凸。不过这个表现就是第一梯队的顶级表现无误啊，要准就是选 Filmmaker Mode 就对了。
另外，这次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就是我们先前有提到过很多次，准确和好看其实是两件事情。有些人就是喜欢讨好眼球的鲜艳冷白风格，而有些玩家就是喜欢完全没有演算法介入，追求色准和自然的动态模糊。所以没有哪个好哪个差，也没有谁对谁错，看得开心最重要。但如果这些 AI 电视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自动调整，不就太好了吗？没错，三星把这个功能做出来了。在 Adaptive Picture 当中，三星加入了一档叫做 AI 自定模式。你只要回答画面上提供的几个范例，并且选择你喜欢的画面风格，接下来 AI 就会将所有的画面根据你的喜好进行最佳化。这个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蛮实用的。未来如果做得越来越好，那不懂怎么设定电视的朋友，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其他让 AI 自行调整，也是会蛮实用的。看完显色，三星 QD OLED 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在可视角的表现上不错，搭配上这次新的真心黑 coating， 效果非常不错。我这边也提供不同角度下的表现让大家参考。另外，作为 OLED 机种，三星也有提供面板维护的选项。第一个是图源移动，就是像素位移的意思。打开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整个画面会稍微往某个方向移动，比如现在是往左边移动，而再过一阵子，它可能就会变成往右边移动。透过显示的位置微微改变，来避免同一个位置长期显示同样的画面所造成的色衰问题。第二个，调整标志亮度，白话文就是降低固定 logo 亮度的意思。例如你平常都固定只看某个电视台，系统就会自动降低 logo 区域的亮度，避免损耗。最后是必备的像素重新整理功能，你可以选择萤幕关闭后就自动开始重新整理。等待面板重整完之后，整体的显示效果也会更加平均，减缓色衰问题。另外 S95D 同样内建了 OLED 电视专属关不掉的萤幕保护机制，当你停在一个画面过久，它就会自动启动萤幕保护程式。而在 HDR 部分， S95D 同样是三星标规 HLG、HDR10、HDR10 Plus Adaptive 以及 HDR10 Plus Gaming 4种格式。身为 HDR10 的大哥级玩家，三星依旧不支援 Dolby Vision。不过，三星同样有自己一套独家的 HDR 映射算法，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在 HDR 显示和对比处理的表现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实测 S95D 在 YouTube 当中可以成功点灯 HDR，Netflix 同样有 HDR， 并且可以透过内建喇叭点灯 Dolby Atmos，Disney Plus 可以点灯 HDR10 和 Dolby Atmos，Prime Video 则可以点灯 HDR10 Plus。同时 S95D 也支援动态补偿，在设定里叫做画面清晰度。这边同样提供一段测试画面让大家参考。S95D 这台的动态补偿算法依旧是在水准上的表现。另外，受益于 OLED 低延迟的特性上 ，S95D 在游戏的表现依旧是非常强势。尤其跟 Mini LED 相比的话 ，OLED 在整体的游戏体验上目前还是占优。另外，身为三星 AI 智慧显示器的一员 ，S95D 也有血脉相承的各种 AI， 例如立体景深强化技术，也就是 AI 会自动判断画面的主体，然后将主体和背景分离，进行针对性的最佳化，让主体在视觉上更加立体。并且今年三星还用上了一套叫做 OLED HDR Pro 的新一代演算法。简单来说，就是三星针对 OLED 面板的特性特别调教了一套算法，会更积极的释放亮部的亮度表现，并且平衡画面中的明暗对比。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S95D 的内建喇叭。三星这一次在 S95D 上面同样搭载了 4.2.2 总共70瓦的喇叭阵列，并且这组喇叭同样可以直接点灯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所以不需要外接 soundbar， 内建喇叭就已经可以点灯 Netflix 的 Dolby Atmos。既然都已经给到这个用料了 ，S95D 的这个喇叭表现，以内建喇叭来说，肯定是前段班的表现，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说真的，你都已经买到三星旗舰，怎么可能只用内建喇叭？所以如果你接上三星自家的 soundbar， 就可以开启魔幻音场的功能。听起来非常魔幻，但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三星智慧显示器搭配三星 soundbar， 系统就可以同时让三星智慧显示器的喇叭以及三星 soundbar 的所有喇叭、后环绕、woofer 全部的喇叭单体串起来运作。所以当你把三星 soundbar 接上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音效输出这边就会变成 Q Symphony， 然后有一个电视和 soundbar 共同发声的图示，这样就代表系统可以同时调用电视和soundbar 的喇叭了。最后，三星智慧显示器的一大亮点就是智慧功能。今年的 S95D 同样采用三星自家的 Tizen 作业系统，搭配上 NQ4 Gen 2的处理器，在操作上还是 Tizen 一贯的流畅，开机很顺，快速切换 App 也没问题。
界面上同样是新版的三星电视操作界面，首页就可以看到每个 App 的重点资讯，像是 YouTube 的推荐影片、快速打开正在追的 Netflix 等等。而在智慧连接部分 ，S95D 身为三星家的一份子，自然是该有的都有。手机连接上 ，Android 这边只要电视上有的 App， 就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找到这个投放的 icon， 像是 YouTube、Netflix， 点下去之后选择 S95D， 就可以直接把画面投到电视上啦。而如果你用的是三星手机，那功能就更多了。可以直接选择用 Smart View 进行投放，并且三星手机搭三星智慧显示器最好用的地方就在这里。其他品牌投电视都会有2条黑边，而三星的 Smart View 会自动帮你把手机的画面对应成电视16:9的比例，所以不会有黑边。另外 S95D 同样支援多重视窗，也就是多开的功能。你也可以直接选择 Multi View， 然后左边继续看你的 YouTube， 右边投手机的画面。而在 iOS 这边，三星电视也直接内建了 AirPlay 2。只要找到这个投放按钮，无论是苹果的 iPhone、iPad 还是 Mac， 都可以直接无线投放到电视上。另外 ，Windows 笔电接线当然是最快的方法，但无线也 OK。你可以透过电视上的 Workspace 这个 App 进行设定，笔电画面就可以直接投到电视上啦。另外，如果你用的是三星的旗舰手机 ，S95D 同样支援无线 Samsung DeX 的功能，你就可以让电视1秒变身成小电脑。在电脑和游戏机的连接体验上，我们也帮大家实测了 S95D 支援 FreeSync Premium Pro、HDR10 Plus Gaming、HDIG 以及 ALLM。先来测 Windows， 实测4个 HDMI 孔位都可以成功开启 4K 144Hz 以及触发 VRR 可变更新率。我们也实测了游戏机的支援状况 ，PS5 的支援非常单纯，主要就是看是不是可以支援 4K 120、VRR 以及 ALLM。这边实测3个都有，过关。接着来看比较复杂的 Xbox Series X， 最重要的 4K 120点灯成功，也可以正常触发 HDR10。在视讯模式里面没有 Dolby Vision， 但是有 ALLM 自动低延迟以及 VRR 可变更新率。除此之外 ，S95D 今年同样内建了专属的游戏模式以及游戏工具列，长按播放按键就可以开启。除了可以快速调整显示模式之外，接上 PC 也可以调整显示比例，像是21:9或是32:9。接着还有迷你地图缩放，简单说就是把地图放大，然后放在你想要的位置，看小地图更容易。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S95D 也支援了 AI 游戏助理的功能。简单来说 ，AI 会自动判断你在游玩的游戏内容，如果游戏在支援名单内的话，系统就会自动调整为对应的最佳设定，不用再手动调整啦。好啦，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选购建议。先说，如果你去年已经有入手 S95C 的朋友，那完全不用担心，继续再战1年。这块 QD OLED 面板即使放到2024，依旧是顶级表现，完全没有问题。而如果你是新加入 QD OLED 的朋友，今年这台依旧跟 S95C 的亮点相同，拥有目前最顶的 QD OLED 面板，亮度表现强势 ，4K 144Hz 4个接孔给好给满。重点还是售价，现在官网也降了一点，77寸只要139900，通路应该也都有对应的优惠，价格依旧是三星 QD OLED 最能打的优势啊。而在尺寸上没有悬念，只要摆得下 ，CP 值最高的肯定还是77寸这个版本。另外，今年这个新的雾面 coating 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一看，记得跟店员借个遥控器。喜欢冷白就切换到动态模式，喜欢D65就选择标准，然后白片选暖2，然后把亮度开高。我相信你们就懂我在说什么。一块77寸的大面板，然后几乎没有反射，在肉眼观感上非常的舒爽，并且到时候挂到你家，一定比展场看效果更好。原因是你家的电灯一定没有展场亮，而且刺眼，所以抗反射这一块，我觉得是 S95D 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最后，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入的 QD OLED 技术解析跟 Mini LED 差在哪里，可以参考我们去年推出的 QD OLED、Mini LED 怎么选这集节目。而如果你想要了解三星今年的 AI 电视究竟 AI 在哪里，或是想要感受一下顶级 Mini LED 电视的表现，可以参考先前推出的 QN900D 这则影片。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